中国2022年基建再度发力，基建为什么再度被国家重视？基建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为何说只有中国能做到？近年来，中国凭借一系列大规模基础建设和超级工程，在国际上获得了基建狂魔称号。许多中国本土基建和国外援外基建让世界赞叹不已，基建也成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名片之一。新的一年到来，中国基建也将再次发力。根据目前官方的消息透露，中国全国已经有8个省市公布了2022年的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包括了中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河北、四川等省市。消息内容显示，8个省市公布的重点项目清单总投资额总计已经超过了15万亿元。可以说，中国基建在2022年开年便来了个王炸。据了解，中国北京市在前段时间刚刚公布了2022年3个100市重大工程，预计投资额达到1.2万亿。山东省作为中国经济强省，也公布了2000个重大工程清单，预计总投资额也达到了3.1万亿元。而火力全开的广东省也公布了1570个重大工程清单，总投资额高达7.67万亿，占到了8省市总投资额的50%。在中国8个省市的基建项目，其中上海市有上海轨道交通21号线一期工程、上海南汇支线工程、周邓快速路浦东枢纽段工程等。浙江省有杭州萧山机场铁路枢纽及接线工程、杭州至湖州市德清市域铁路工程，以及329国道临安临龙至盂钱段改建工程。8个省市基建项目大都是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地铁、高铁轨道等。同时，在这些传统基建项目外，还有很多国家新基建项目被逐渐开发展开。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外国网友将其与美国拜登政府的1.2万美元基建计划以及印度莫迪政府的100万亿卢比的基建计划进行对比，但得出的结论却是美国、印度都说要做，最终只有中国能做到。进入2022年，不少人认为中国所面临的外围环境将会变得更加复杂，整体的宏观经济压力预计比2021年还要大。去年12月，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曾提到，要适度的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这消息一经放出，不少业界人士认为，2022年的上半年，中国国家的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等领域方面的投资项目开展速度都会有着显著的提升。那为什么每当国家外围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就会加大投资规模呢？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真的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吗？其又是怎样去带动经济发展的？2022年，中国为什么在注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又是如此的重视新基建的建设呢？新基建这一概念又该如何诠释？中国近几年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方面取得了让世界都刮目相看的优秀成绩，很多国家也因此开始了与中国在基建领域的密切合作，希望中国能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他们一些相应的指导和帮助。比如南非、巴基斯坦、老挝，甚至是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2019年，设计最高时速为360公里的麦加至麦地那双线电气化高铁建成并正式通车，这也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参与建设的世界第1条穿越沙漠地带的高铁，这可谓是创造了一个非常大的奇迹。甚至美国波士顿的200多辆地铁列车也是由中国企业进行的设计研发。2080年代建成的波士顿地铁，相对于美国200多年的历史来说，已经算是考古级别的国家基础设施。在波士顿地铁，你可以在古老的车厢里感受现代都市味道奇妙感觉，但也因为100多年的运行出现了很多运行问题。在进入21世纪，美国开始着手对于波士顿的地铁的修建工作，而其中只有3节车厢的古老列车也被换成了一批中国制造的新地铁列车，并于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这也能侧面反映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近几年的发展中，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所带来的影响力都是非常巨大。中国基建已经渗透到了世界的各个地方，而中国经济近年来能够在复杂的外围环境下保持持续稳定的前进，这背后与基建所带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那么基建又是如何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呢？
众所周知，消费、出口与投资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这三者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上世纪新中国刚刚成立阶段，中国有关方面就已经开始筹备与基建相关的工作了。虽然听起来问题不大，但放在当时的中国国家形势下，国家经济紧张，工业水平落后，人民根本生活问题还得不到有效解决，消费能力也十分有限，导致社会需要也十分有限。这时候便开始重点发展基础建设，在国际上并不被看好。但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白，社会需求下降，但市场依旧需要运行，社会生产过剩的压力就会与日俱增，导致大多数企业选择裁减人员，社会上的失业人士增多。一旦社会待业人员数量大于社会工作岗位需求时，就会产生了很多人为了一个岗位而不得不降低自己的薪资期望来获得工作机会，整个社会的整体薪资也会因此全面降低，牵一发而动全身，恶性循环不断重复。因此中国才会迫切开展一系列的国家基建项目，为的就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工资由国家发放，这样一来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待业人口问题，提高消费水平，减小市场压力，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企业也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成为了一个良性循环。这是从社会角度来看，而从经济角度来看，人和物的流通永远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在早期工业时代，铁路、公路和机场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有了更加完善的交通运输方式，经济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通过这两点，我们就能看出，中国在没有足够资金、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多么明智的决定，也充分地了解了为什么基础建设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在说完传统基建后，我们再来谈一谈新基建领域。人类科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也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因此中国开始高度重视新基建。除了传统基建以外，以信息技术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一跃成为新的竞争力。新基建不同于传统基建的铺路修桥盖房子，比如5G 基建的云计算、远程医疗、信息安全、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基建的通用平台、自动驾驶、视觉交互、底层硬件；大数据中心基建的 IT 设备、行业应用、IDC 集成服务等，这也都是属于新基建的范畴。像这2年的全球疫情影响，造成了很多企业的发展危机，但新基建即是为人们提供了网上办公和网上购物平台，成为帮助国家在疫情下有效复产复工的强大支撑。未来新基建也将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经济动力，为广大人民的工作生活带来更加便捷的体验。